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1989年5月25日晚上10点，加拿大列治文 Clay Smith Road， 一对夫妇准时赴约去朋友 Cindy 家打桥牌。他们惊讶地发现女主人 Cindy 居然不在家，夫妇俩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作为朋友，他们太清楚 Cindy 这些年遭遇了什么。7年时间里 ，Cindy 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报案100多次。因为有人跟踪、骚扰、恐吓他，其中包括7次致命的攻击。夫妇俩惴惴不安地开车回家报警。当路过附近商场的时候呢，他们突然想起来 Cindy 经常在这儿的银行取钱，于是就想着开进停车场去搂一眼。没想到这刚一拐弯，他们就看到了 Cindy 的雪佛兰，可是车里头哪还有人影啊？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驾驶座的前门上还有滩血迹。Cindy 的钱包和信用卡散落在座位下头，似乎发生过非常激烈的搏斗。警方接到报警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头大，毕竟这些年为了调查 Cindy 的报案，他们已经花了150多万加币。可是呢，查来查去，可能的嫌疑人都排除了，还是没完没了。警方内部已经有了初步共识， Cindy 就是个精神病，所有的事件都是他自己想象或者自编自导的。只有一个老警官是个例外。他呢是 Cindy 唯一信任的警官，一直有着自己明确的怀疑对象。在得知消息后他马上派人赶到 Cindy 前夫 Roy 的公寓查看。当听到前妻失踪的消息时， Roy 的反应很奇怪，他好像知道点什么，然后告诉警员，你们可能会想听听这个。他递给警员一盘录音带，是他公寓的座机上收到的留言，其中有一条一个沙哑低沉的嗓音说出了一句威胁又像是预言般的话，Cindy 很快就会死掉。2个星期后 ，Cindy 的尸体在列治文的一个废弃的房屋旁被发现，她的手脚被绑在背后，脖子上死死地缠着一条黑色的丝袜。手臂上呢有注射留下的针孔，体内含有10倍致死量的吗啡和其他的镇静药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一目了然的谋杀现场，警方却坚持认为 Cindy 是自我了断。BC 省呢组织了一个陪审团，听取了80多位证人的证词。原定21天的调查，因为案情过于复杂，分歧过于激烈，又延长了21天，创造了 BC 省耗时最长、花费最多的听证记录。最后陪审团认为 Cindy 死于未知事件 unknown event。 第2年美国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未解之谜》播出了此案， Cindy 之死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谜题。杀害她的神秘人真的存在吗？ Cindy 的经历到底是想象的还是现实？这背后是否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罪恶和阴谋呢？20多年的互联网探案又有哪些令人震惊的发现？这期视频咱们就来一探究竟。Cindy 出生于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父亲曾经是加拿大皇家空军上校。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他们一家一直都在不停地搬来搬去。18岁那年呢 ，Cindy 的家人们都搬去法国的北约基地了，只有她自己留在温哥华完成护士学业。后来她在给母亲的信中透露，她当时正在谈恋爱，可不幸的是，同龄的小男友得了脑癌。在一次2人外出滑雪的时候，男友在她面前跳下了山崖，从此在她的生命中消失了。不久后 ，Cindy 再次坠入爱河，对方就是比她大了18岁的 Roy， 南非裔的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在 UBC 任助理教授。Cindy 从护士学校毕业的那年，2个人结婚。可是家里人却不怎么待见 Roy， 觉得他是个老油条，利用了天真单纯的 Cindy。2个人的婚后生活呢，似乎也显得有点貌合神离。1982年，这段婚姻维系了16年后，2人分居了。然而Cindy 却万万没想到，独居女人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噩梦开始袭击她。首先是她家的门廊灯会时不时的在半夜被人打开，而且呢还时常会伴随着拧动门把手的声音，尤其是后院的锁头年久生锈，一旦被人一拧，就会发出吱吱嘎嘎刺耳的声音。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起来非常瘆人。而每次当她爬起来去查看的时候呢，外面都是空无一人。很快骚扰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
对面要么是一言不发，只有微弱的电流声，要么就是一种如同夜宵般诡异的怪笑。这样的电话呢，如同鬼魅一般来无影去无踪。而他的邮箱里也开始出现一些匿名的信件，里面都是用报纸、杂志剪裁的字句拼接出来的恐吓信，还有一些女人被杀以后的尸体照。后来不仅是他家里头，甚至连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都能收到类似的骚扰信件，以至于他每次看到发件人内详的信封都不敢打开。终于有一天Cindy 接到一个电话，声音里说不出的诡异恐怖。 Cindy， 我晚上去找你。被吓得六神无主的 Cindy 向皇家骑警报了警，没想到警察前脚刚走，后脚电话铃声就又响起来，是防不胜防啊。这些骚扰电话呢，只有几秒、几十秒，按照那个时候的技术根本就追踪不了。而匿名信也只能查到是温哥华岛内几十处公共邮筒寄出的。然而事态却在进一步升级。1982年10月19日，工作了一天的 Cindy 回到家，洗漱完毕以后，掀开床单，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几个枕头被人用刀子割开，里面填充的羽毛散落一床。有人在他上班的时候已经手持利刃登堂入室了。他赶紧报警，但是警察来了呢也无济于事，枕头被害也不能立案了。于是就劝说他更换门锁了事。但是换了锁以后没多久Cindy 又发现后院出现了一只死猫，被人用绳子吊在树上，猫的身上呢还插着一把刀，上面有一个纸条写着：你就是下一个。这一次又一次的恐吓让 Cindy 是精疲力竭，从一个温柔漂亮的护士大姐姐变成了一个神经兮兮的惊弓之鸟，工作上开始频繁出错，生活质量也随之严重下滑。这个时候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搞不好是歹徒看你这么个漂亮的单身女人独居，起了坏心思，你要是能找个护花使者不就结了。话音未落，Cindy 生命中真就出现了个能救她于水火的人。此人不是别人，就是负责他案件的一名警官，叫 Patrick。 说实话，在反反复复的报警了大半年以后，这个辖区里大部分警察对 Cindy 的事情都持有一种狼来了的态度，但是这位 Patrick 警官却依然非常积极，不仅每次给 Cindy 做记录，还时不时的会借巡逻的机会去他家门口转一转，或者呢进去坐一坐，信誓旦旦地表示，作为一个负责的人民警察，他一定会将那个骚扰者绳之以法的。这么几次三番下来这事儿就开始变得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了。Patrick 表示自己现在还在找房子，他看 Cindy 屋子里还有好几个卧室呢，要么就容他租一间，不仅能交点房租，还能免费给他当保镖。考虑再三觉得家里头住个警察也好， Cindy 也就答应了下来。之后的情节就跟那种三流言情小说的发展一致，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住着住着就开始暧昧了起来，从房东和房客发展成了恋人的关系。而随着 Patrick 的入住，那个骚扰者明显收敛了很多。在两人同居的小半年里，不仅恐吓信绝了迹，骚扰电话也只收到过一次，刚好被 Patrick 警官给接到了。他在电话里头套出了那个人是在温哥华机场附近打的，赶紧派人追过去，没想到却扑了一个空。这样平静的日子在 Patrick 向 Cindy 求婚的那天宣告了结束。因为Cindy 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激动地收下戒指说 I do， 而是婉拒了他。他之前那段跟 Roy 的婚姻给他留下了太大的阴影，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了再次披上婚纱。于是第二天，失望的 Patrick 就收拾了东西搬出了他的房子。而几乎是同时，那个消失已久的骚扰者又出现了，还是之前那老三样，电话、信件、死猫。不过这次他很快就升了级，直接对 Cindy 动了手。1983年的某一天傍晚， Cindy 的一个好朋友路过他家门口，看见屋里头亮着灯，于是决定进去打个招呼。结果按了半天门铃，却没人应门。正想着掉头回家呢，却发现旁边车库的门是半开着的。朋友好奇的进去看了一眼，却发现 Cindy 倒在自己的车子旁边，脖子上勒了一条黑色的丝袜，已经不省人事了。后来在医院里醒过来的 Cindy 回忆说自己当时想去车库里拿点东西，结果却被人突然从背后勒住脖子，然后就失去意识了，只知道对方是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白色球鞋。
警察后来在他家的车库进行了一次取证，没有发现他所说的球鞋的鞋印，也没有发现可疑的指纹，于是这事儿又这么不了了之了。为了安全着想，Cindy 搬了家，给车换了颜色，改了姓氏，甚至养了条狗。然而呢，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恐吓信依然被投送到他的新家，骚扰电话也没有消停，房门前再次出现死猫，家里的物品也在他去上班以后频繁出现了被人移动的痕迹。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在回家以后发现狗狗被人用绳子捆住了四肢，脖子绑在了饭桌下面，屎尿一地，奄奄一息。在屡次报警依然没有任何效果以后Cindy 只好自掏腰包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前来帮忙。跟之前那个嘴上说着保护，实际上对他另有所图的警察男友不同这个侦探大叔还是非常负责的，人品也过硬。他给 Cindy 了一个对讲机，上面呢还专门安装了一个警戒按钮，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一键求助。这个在手机都没普及的80年代初已经是最有效的救命方式了。而这个东西不久以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1984年1月，侦探大叔从自己这端的对讲机上听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动静，好像是有人摔倒以后在地上被拖拽的声音，还隐隐听到非常沉重的呼吸和呻吟。在回呼几次都没有回应以后深知不妙的大叔赶紧跳上车往 Cindy 家赶。到了以后发现门窗完好，但是不管怎么喊就是没人应答。情急之下，大叔只好用院子里的石块打碎了窗户玻璃进入，结果发现 Cindy 倒在了客厅的一角，脖子上又死死地缠了一条黑色丝袜，一把尖刀刺穿了他的右手手掌，死死地把他钉在地板上，血流了一地。而且就跟之前那只死猫身上发现的一样，这把刀的刀刃上呢也插着一张纸条：你现在必须死。Cindy 被大叔及时送到医院，医生发现他的头上、身上共有60多处刀伤，深浅不一，而且呢体内还有吗啡在内的多种违禁药品。在他清醒以后回忆说，当天他听见有人敲门，刚一开门就觉得胳膊一痛，依稀看见是一个针管扎了上去，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可除了这些呢，他对凶手就做不出任何的描述，甚至连对方是男是女，到底有几个人都说不清楚。跟上次一样，警察也没有在现场发现什么有用的指纹和鞋印。因为这次的攻击差点要了他的命，警察也终于对这个事儿重视了起来。在那个没有普及监控摄像头的年代呢，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对他进行保护，派人在马路对面的汽车里头盯梢，随时都有警员在附近巡逻。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总有坚持不了的时候。而说来也怪，每次在警察换班的时候，马上就有骚扰电话打过来，掐得比秒表还准。于是Cindy 和侦探大叔就怀疑警方是不是有内鬼尤其是那个前男友 Patrick 非常可疑，于是就强烈要求把他从保护行动中调离。但是呢也没什么用，那个骚扰者依然不慌不忙地跟警察们躲猫猫，而且还升级了对 Cindy 的人身攻击。他在一次去教堂的途中突然人间蒸发了，2天以后被人在10公里外的路边发现，全身上下只穿了一只男士的工作鞋，在零下10几度的加拿大冬天差点被冻死。而这次呢，他除了说出对方穿着皮鞋戴着手套以外，依然给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别说是警察了，就连侦探大叔都开始抓狂，有没有搞错？这么3番5次的遇袭，你怎么可能什么都看不到呢？可是Cindy 却一口咬定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尤其是那个人的脸在他的记忆里就是一片空白。可能有同学到这儿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事情到现在的走向简直跟电影《隐形人》是如出一辙。女主呢被反反复复的骚扰、攻击甚至虐待，但就是没看到凶手的样子。而就像电影里面人人都觉得女主是疯了一样，这个案子里面的 Cindy 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警察开始觉得她是不是有心理疾病故意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来博关注。而侦探大叔尽管不相信这是他自导自演，也隐隐觉得他有所隐瞒。于是他就说服 Cindy 进行了一次测谎。测谎的结果发现Cindy 遭受的一系列折磨是真的，而且呢，他对于凶手非常的害怕和恐惧也是真的，以至于他的大脑自动屏蔽了凶手的种种信息。最后他们只好请来了心理医生为 Cindy 做一次催眠。
但是催眠能够打开他的心理防线，揭开那个隐形人的真相吗？第一次催眠进行的就不太顺利。Cindy 在马上要回忆起最后一次被攻击的场景时呢，突然精神崩溃，大喊大叫，说凶手威胁他，如果说出去就要杀了他全家。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他呀，在催眠的过程中惊厥了过去，只能紧急终止。2周以后，他接受了第2次催眠，这次的情况更加诡异。他并没有按照心理医生的指示回忆凶手的长相特征，而是莫名地开始描述起几年前的一次海湾群岛的度假经历。那个时候他跟前夫 Roy 还在一起，2个人租了一条游艇，说是要去探索某个风景很美的小岛。开船后不久Cindy 开始有点晕船，于是他下到甲板下方，吃了一片晕车药以后呢，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醒了过来，发现船已经停在了一个临时码头上，而开船的丈夫却不知道去了哪儿。他一路上岸找过去，结果发现这个岛上只有一个小屋供人休息和上厕所用。而当 Cindy 推开门的时候他看到了如同梦魇般的一幕。丈夫拿着一把带血的尖刀站在屋里，地上是一男一女2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当中。看见他进来，丈夫回过头来恶狠狠地对他说，这事儿你要敢说出去，你全家的小命不保。然后就跟前一次的催眠一样， Cindy 的精神在这一刻陷入了崩溃，不得不提前终止。这个场景很重要，还请大家记住对于这个催眠得到的线索呢，警察不敢怠慢。加拿大皇家骑警还真拿着这个录音联系了海湾群岛的警方，但是查来查去并没有找到 Cindy 口中描述的那一男一女被害案相关的证据。而 Cindy 的前夫 Roy 对此更是矢口否认。他跟警察说Cindy 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妄想症、精神分裂，而且呢，在2个人离婚前2年还出现了多重人格分裂。他在催眠过程中看到的那所谓的凶案现场其实就是他的某一个人格被唤醒了，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并不是真正存在的记忆。他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给警察提供了一个在他看来非常有可能的情况，那就是 Cindy 体内的某一个人格呢，是一个极度暴力的虐待狂。在他控制了 Cindy 的身体的时候呢，就会通过各种肉体的折磨来得到满足。而当这个人格消失以后Cindy 的主人格会清空一切相关的记忆，所以就不会记得那个凶手的样子，因为那个人格就是他自己。这也就能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你警方总是找不到指纹和脚印，因为压根就没有第2个人存在。不过他这个说法却被 Cindy 的心理医生提出了异议。他表示Cindy 在他手上治疗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些轻度抑郁之外呢，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心理障碍，更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多重人格。而且话说回来，多重人格中呢是可能会出现自毁型人格，但是呢非常罕见，而且很少有能够成功伤害到自己的。因为患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就好比一个公交车，里面大大小小各种人格都想去抢方向盘开一开，但是如果有人想把车开到沟里，首先别的人格都会扑上去掐翻他你小子想带着大家一起死门都没有。而像 Cindy 这样3番5次的自残，还几度差点弄死自己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听了这话前夫 Roy 又搬出了自己心理学家的身份来压人，说你不见过不代表没有人的心里本来就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禁区，更何况是女人心海底针，我跟 Cindy 一起生活了10几年，我还不了解她吗？而对方却毫不示弱，说对你一个心理专家治你老婆10几年都没治好，她跟你一离婚马上就发病了，你跟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就在这俩心理医生掐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另一个事情发生了。 Cindy 的家被人蓄意纵火，而且呢，这次的袭击跟前几次完全不同，并不是他独自一人了，还有2个朋友一起聚在他家打牌呢。突然间朋友闻到有烟味传来，顺着这味儿找过去，发现地下室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3个人赶紧带着狗狗逃离，这才幸免于难。后来警方发现这次纵火一共有6个起火点，全部是在他家地下室的内部，而门窗呢又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所以非常可疑。而 Cindy 在火灾发生以后的举动也让人觉得很疑惑。有人看到他在火灾发生当晚2点多还在外面独自遛狗，那正常人
如此九死一生的从火灾现场逃生，难道说不应该躲在某处安全的地方瑟瑟发抖才对吗？这大半夜的还往外跑，是什么情况呢？于是警察就开始怀疑这次火灾就是 Cindy 自导自演，为的是让警察相信有人要害他。而另外一个证据呢，又将他往这个警方的推论上推了一把。他的前夫 Roy 拿着一个电话录音去报警，说他也被人给盯上了，有人往他家打骚扰电话。但是呢，这个录音里的人尽管非常刻意的压低了声音，却怎么听怎么都像个女人，或者说就像是 Cindy 的声音。有了这个录音警察们更觉得是坐实了 Cindy 使苦肉计陷害前夫于是也不顾他心理医生的阻拦，另外又找了一个心理专家，经过一番诊断以后，直接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之后的4个月里呢， Cindy 不仅接受了各种药物治疗，还被迫进行了非常痛苦的电击治疗。他的精神状态一度恶化，已经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被袭击了，还是自己已经疯了。治疗结束后如行尸走肉的他被父母接回家休养。尽管当年他们在女儿的婚姻上闹过不愉快，但最终还是血浓于水。在父母位于 Burnaby 的小屋中， Cindy 度过了离婚6年以来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在家人的鼓励下，她开始慢慢恢复，决心重新开始。尽管有着进过精神病院的历史，她不能做跟儿童相关的工作了，不过她还是根据自己多年的护士资历，找到了一份可以糊口的护理工作。新的工作也给她带来了新的朋友，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那个侦探大叔也没有放弃帮助她，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1989年，正是摄像头开始大规模进入民用的时候，他呢想办法给 Cindy 申请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设备，在他家的前后门都装上了无死角的摄像头。这样一来除非对方真的是个隐形人，否则肯定一抓一个准儿。在这一个又一个好消息的加持下呢， Cindy 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1989年5月25日，他下班以后去邻近的购物中心买了点吃的，给周末要过生日的朋友家的小孩买了一份生日礼物，去银行存入了最近一张收入支票。最后还心情很好的在商场让人化了一个美美的妆。神采奕奕的他让在商店偶遇的邻居太太都不禁夸赞，说 Cindy 你今天打扮得真好看，是不是要和男朋友约会了？结果不想这却是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当天晚上的情况就是我们开头所说，朋友发现 Cindy 不在家，他们在商场的停车场找到了 Cindy 的车子，但 Cindy 却不见踪影。在接到报警以后呢，警察以停车场为中心展开了搜索，但是却一无所获。2周以后，噩耗传来，有人在距离 Cindy 车子3公里外的一处废弃房屋旁发现了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女尸，手脚被绑，脖子上紧紧地勒着一根黑色的丝袜，体内有超过致死量的吗啡，胳膊上有针孔。但重点是这样一个乍一看就是被人害死的现场，警方居然要以自杀结案。给出的理由就是 Cindy 之前一直饱受抑郁症和多重人格的困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呢，就多次有过轻生的念头，甚至还写下过遗书，自杀动机很充分。他的死状尽管非常奇特，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有捆绑绳结的专家就表示，他可以先把活扣打好，然后把手脚伸进去以后拉紧就行了。但是之前的侦探大叔却提出了异议，就算是 Cindy 想不开，一定要这么五花大绑的自杀，他体内的吗啡你们如何解释？绳结专家自己也说了，哪怕是经验丰富的人，把自己给捆起来也至少需要3到5分钟，但是注射吗啡致死几乎是当场就会起效，难道说他还能把自己的手脚先捆了，再用嘴叼着给自己来一针吗？法医表示他们在 Cindy 的胃里同样发现了吗啡的成分，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口服了较多剂量，然后再给自己小小的来了一针。因为口服见效慢所以他应该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自己给捆起来。好，那我再问你，为什么 Cindy 是光着脚，脚底还这么干净呢？如果他是从车子那儿一路光着脚走到案发现场的，3公里的路，怎么着也应该有点划痕吧？警方就说了，说他应该是穿鞋走过来的，在自杀前才脱了，因为他鞋子上有亮晶晶的装饰物，可能是被乌鸦什么的给捡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以这种诡异古怪的方式去死，警方掏出了一份精神分析报告，
来自于一位叫 Anthony 的专家。他说啊，因为 Cindy 的多重人格作祟，再加上她本身就有着异于常人的癖好，不仅需要使用药物，更需要窒息来获得快感。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发现她的时候啊，脖子上都缠绕着黑色的丝袜。而这种特殊的癖好呢，很可能是来自于以往在家庭被侵犯的经历。赞成并佐证这个结论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 Cindy 的前夫 Roy。这个报告一出， Cindy 的父母一怒之下，直接把负责此案的温哥华警方告上了民事法庭索赔。他们表示，女儿的死明明是谋杀，而没有保护好公民安全的警方难辞其咎。警察那边呢也喊冤，说我们为了保护你家闺女，前后历时6年，没有告你们一趟一趟报假案，浪费公共资源就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张口反咬我们？而就在双方的法庭大混战中啊，居然又爆出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大瓜。还记得那个跟 Cindy 交往过的警察男友 Patrick 吗？他被曝啊，在警局内部有着厚厚一叠被投诉的卷宗，多数是和性骚扰有关。受害人中啊，有被他抓住的贩毒卖淫女，有被家暴的女当事人，甚至还有他的女警同事。但是啊，这些投诉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被警方内部给压掉了。直到他跟 Cindy 分手2年以后，因为盗窃警方的证物实在是保不住了，才被开除丢了饭碗。你说就这么个垃圾人渣，却能在最初的2年里多次作为保护 Cindy 的警方重要人员出场，甚至还登堂入室成了她的男友。这个事儿啊，让温哥华警方啪啪打脸，最后只能跟 Cindy 的家人达成了和解。在 Cindy 去世12年以后啊，她的前夫 Roy 死于心脏病突发。2年后，那个警察前男友 Patrick 也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至此，和案件有关的几个嫌疑人啊，都已经无法说出真相。而 Cindy 的父母呢，也在2010年和2012年相继去世。面对死亡啊，老太太表现得非常平静。她对小女儿说：“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终于能够在天堂见到你姐姐，听她告诉我究竟是谁才是杀害她的凶手。”但是啊，进度条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远不止如此。2001年，一个粉丝在互联网上创建了未解之谜节目的非官方网站。Cindy 案的那期节目的留言区啊，成了众多网络探案迷的聚集地。20多年里，他们从各个角度、不同的细节来分析，试图探寻出 Cindy 案的最后真相。这里头啊，有一个重量级的用户，正是 Cindy 的亲妹妹 Melanie。2008年，妹妹第一次在版面上出现，说她正在写一本有关 Cindy 的书。Cindy 在去世前不久啊，曾经跟父母说，当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会向你们解释，但不是现在。Cindy 去世后啊，曾经是加拿大空军上校的父亲对 Melanie 说，你姐姐可能是看到或者知道了她不该知道的东西，在她试图说出口时，她就被灭了口。妹妹啊，回答了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大概汇总一下。其中最重要的呀，就是 Cindy 其实并没有疯，也没有多重人格。去世前她精神状态很好，没有任何自我了断的迹象，这是她当时心理医生的判断。而在1986年那次房屋火灾后呢， Cindy 住进了狮门医院，那个是她精神状态最糟糕的一段时期。调查毫无进展，警方和专家都怀疑她是自己在那边自导自演。绳索专家作证的时候呢，这个妹妹在现场，专家差不多用了3分钟的时间把自己给反绑了，但他同时有声明过，他不知道在体内有大量药物的时候，行动会不会受限。而且他只是证明将自己反绑是可能的，现场演示的和 Cindy 实际的捆绑方式并不一样。而且在 Cindy 1988年遭受的那次攻击中呢，同一个绳索专家给出过不可能自己完成捆绑的证言。9月份的时候呢，妹妹公开了一封她收到的电子邮件， Cindy 案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视角和令人震惊的走向。邮件里说，你好 Melanie， 我周日发现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你姐姐神秘死亡的书，我希望你能发现发生在她身上的真相，因为距离她的尸体被发现已经过去19年了。我相信在1981年或者82年的夏天， Cindy 曾经乘帆船前往海湾群岛，跟丈夫 Roy 一起拜访了她的同事或朋友。在这次游艇旅行中，她发现了一个关于 BC 省精神病学界恶魔般的秘密。Roy 的朋友呢，是一位精神病学专家，
在 Gabriella Island 有一个庄园，他的名字叫 James Stewart Tirehurst， 咱们简称他为 J 博士吧。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Cindy 和 Roy 可都是 BC 省精神病学界的成员。Cindy 经历了7年的磨难，被恐怖支配的原因是因为他意外得知了 BC 省精神病学界的疯子们正在实行激进的精神病疗法，并且对一些女性患者进行性虐待。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Cindy 在接受第2次催眠后回忆出来的情形吗？在一个小岛的一个小屋里，丈夫 Roy 拿着一把带血的尖刀，地上是一男一女2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里。可惜的是这封邮件在2008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Cindy 的前夫 Roy 在 UBC 做助理教授的时候呢，这博士其实恰好就是精神病学的系主任，相当于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曾经有调查记者在一本叫做《Abuse of Trust》滥用信任的书中追溯了这位 J 博士的过往，说他在童年时父亲被谋杀，所以呢他在大学读医的时候接受了改变精神的麻醉剂的实验。当他获得精神科医生的资格后本人更是强迫选定的女性患者遭受各种形式的性剥削和羞辱。而对这博士的指控最早可以追溯到1966年，一名女性指证自己在 UBC 的附属医院治疗抑郁症的时候呢，这博士催眠并且侵犯了她，然后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奴隶。算算那年的时间，恰好是 Cindy 刚毕业和 Roy 成婚，在这家医院做儿科护士的时候。多年来这博士把他选择的病人带到那个岛上，关进奴隶区，给他们穿上恋物癖的服装，戴上铁锁，还坚持要求他们签署同意强迫性行为和仪式性惩罚的合同。1989年，也就是 Cindy 离奇去世的同一年，有一个年轻姑娘对这博士提出了刑事指控，同时另外有4个女性作证自己遭受了类似的虐待。警方在突袭中果然发现了这博士的那些主奴合同。另外有一位精神病学专家作证，这博士曾经向他承认过自己玩的有些过火了。庭审的时候，这博士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并称这些都是病人们的臆想。他初审被判了4年，但最终却赢得了上诉。受害人不服于是又提起了民事诉讼。精神科医生和精神病患者身份的这个不对等让这场官司打得极其艰难。直到14年后， BC 省最高法院才裁定受害人胜诉，获赔55万加币。2010年3月，一位网友在讨论板上在2008年邮件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细节。 Cindy 的前夫 Roy 显然是这博士的朋友。1982年左右， Cindy 和 Roy 在帆船旅行中一起去岛上拜访了这博士，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精神科医生在庄园做客。从海湾群岛返回后呢， Cindy 曾经告诉过一对夫妇，她在岛上看到了她的丈夫和另一位精神科医生正在切割和处理尸体。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2位受人尊敬的精神科医生会做这样的事儿，反而是把 Cindy 当成了疯婆子。1985年，在一次催眠中， Cindy 又讲述了类似的经历。她在海湾群岛看到了丈夫 Roy 肢解一对青年情侣，并且把鲜血擦在了 Cindy 的脸上。还有一名精神科医生正在实施激进的精神治疗，并对他的一些女性患者进行虐待，这无疑指的正是这博士。时间线上，在海湾群岛之旅后不久， Cindy 就和 Roy 分居，3个月后便开始了自己长达7年的噩梦。说到这儿真是细思极恐。难道说真的是因为 Cindy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其中涉及了一群精英阶层的精神科医生，所以招来了杀身之祸吗？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帮人为什么不早点直接就杀掉 Cindy 呢？来，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Cindy 一共接触过的这4个男性的精神病专家分别是前夫 Roy， 那个小岛的主人 J 博士，石门医院里头把 Cindy 越治越差的 Paul， 以及说 Cindy 有人格分裂，喜欢自虐的那个 Anthony。这4个人里前夫哥咱们就不说了，他一直就跟警方说 Cindy 有精神病，而那个小岛的主人 J 博士呢，深陷丑闻。后面这2个都是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也都是同期在 UBC 的医学部任职，都被网络揭露是一个由心理学专业人士组成的控制病人的邪教组织成员。其中石门医院的这个Paul
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因为有3名女性指控在他治疗的时候利用医生的身份犯下了禽兽行为。而那个 Anthony 博士，就是他让警方认为 Cindy 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不停地自残，而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问询过 Cindy 的童年经历。Cindy 案的时间线上的各种事件强烈表明，医生就是主要嫌疑人。尸检中的大量药物也是个佐证，特别是他体内的吗啡，并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药物。Cindy 工作的医院呢，并没有吗啡丢失的情况，而 Cindy 作为护士也没有获得吗啡的权限。医生则不同了。Cindy 的母亲曾经提到过，那个隐形人凶手在这么多年里，其实有无数次机会可以直接杀死 Cindy， 但是却没有这么做，就是想要大家觉得 Cindy 是个疯子，而疯子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有人相信的。对于 Cindy 案来说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疯狂猜想啊，但是它提供了案件真相的另一种可能。在 Cindy 案的整个过程中，她的前夫、警察男友都曾经被列入重点的嫌疑人，不过皇家骑警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集体作案的可能。这个案子已经过去了35年，自杀说、谋杀说的支持者似乎都不能完全说服对方，他可能依然会以未知事件的标签留存下去，甚至彻底湮灭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不过在最后我们想讲一段加拿大精神病学的往事，它似乎能解释1980年前后 BC 省精神病学界混乱的根源。那就是194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精神病学专家尤恩·卡梅隆来到麦吉尔大学，成立了艾伦研究所。这个尤恩呢，野心勃勃，幻想着能研究出一种包治精神百病的疗法，斩获诺贝尔奖。但其实他的疗法非常简单粗暴，就是电击、药物以及化学诱导下的睡眠。通过剧烈的电击头部让人失忆，在最长长达86天的睡眠中，每天听16个小时的磁带，灌输进新的记忆。早期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参与了部分实验，后来被证实这些实验是美国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美国人认为前苏联已经掌控了先进的洗脑技术，为了避免被拉开差距，他们资助了100多所大学进行各类实验，还派人全程跟踪了哥本哈根催眠杀人案。这个案件我们不久前才讲过，直到现在都无法确认到底有多少人成为这个洗脑实验的受害者。他们丧失了基本的记忆和技能，成了孩子或是傻子。1980年加拿大人才知道了这个蒙特利尔洗脑实验的存在。1988年9名受害者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赔偿。在1992年的集体诉讼中呢，有77人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赔偿。2023年新的集体诉讼正在渥太华法院进行。这个蒙特利尔实验当年给尤恩·卡梅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先后担任了加拿大精神病学协会主席、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主席。当时麦吉尔大学医学部的一个同学参与了麻醉剂的实验，后来就一直追随尤恩，成为了艾伦研究所的助理医师。工作了13年以后，他才离开。后来呢，这个人来到温哥华，担任了 UBC 大学精神病学的系主任。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Stewart Tirehurst，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J 博士。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咱们下期再见。